好，欢迎您回到1700的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钱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看看川习会之后回到美国的川普，他正式宣布对中国大陆的芬太尼关税要降到10%，贸易休战延长1年哦。那你也可以看到，像这样的重大宣示，市场立刻有反应。可是这2个人的谈判，或者是这2大巨头的见面会谈，在明年可能会更加的频繁。4次啊，川习会，贝森特美国的财政部长哦，他也证实，明年美中会有2次的国事访问哦，分别是川普访问北京，以及习近平访问美国。双方可能在明年的年底，因为在11月在中国大陆的深圳有 APEC 会议，以及12月在佛罗里达美国有举行 G20 哦。除了这2次之外，在4月份哦，因为2个人已经达下了一个约定哦，4月份2个人还会互访哦，所以加起来就有4次，这么密集的一个高度的这个会晤啊 ，G2 哦，东西2大强权哦，要频繁的见面，而且川普自己在他自己的 social media 上面发文说 G2 即将召开哦，这个概念啊，外界认为已经有了中美实力均衡的意味哦，它可以平起平坐哦，互相抗衡，互相竞争，最好是可以互相合作。我们看到70年前中国大陆的毛泽东其实有预言哦，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多少年呢？要看大家的努力。至少50年，半个世纪，也许75年哦，75年就是15个5年计划，因为中国大陆是计划经济哦，每5年会有一个计划经济哦，会做一些规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看起来 G2 成真了哦，毛泽东70几年前的预言看起来已经慢慢的实现了。而另外我们看到新加坡前驻联合国的代表马凯硕他就讲哦，现在暂时休兵是没有错，可是哦不代表竞争结束，目前的平静只是暂时的哦，所以全世界我们看到呢，其实波动会继续，包括股市今天其实就有一番的大的一个这个波动。纽约时报的专栏就是来自于弗里曼哦，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专栏作家，他讲哦，川普对中国大陆的谈判哦，这个失先机，而且只有小联盟的水准。他讲的是这一次的川习会，甚至是前一阵子2边互相在贸易战上面的交手。他说川普犯了几个错，第一个，他太高调了，你必须低调跟中国谈判。第二个是你出手之前没有充分评估北京的反制，你不知道他会出什么牌，以至于啊，美国在跟中国的经济角力丧失了实际的杠杆，也就是筹码尽失。你没有筹码了，你要怎么跟人家玩哦？所以弗里曼说，川普外交战绩是3战1胜，用棒球的术语来说，打击率0.333，在棒球界可以进明星赛，可是在国际政治场域只够小联盟哦。他批评自己的总统，美国总统川普哦，是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他的成绩吧哦，他出手他只能在小联盟，还没有办法到大联盟。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政府现在入股2间美国的稀土公司哦，希望可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哦，因为稀土对美国来说就是被卡脖子嘛。可是能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谓减少依赖呢？现在还是一个问号。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川普今天很多人都说他又反悔了，因为白宫讲了，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不会卖给中国。本来那时候外界有在预期，这是最先进的辉达的晶片，如果有可能卖给中国大陆的话，那这个贸易战某种程度是休兵了。可是现在他讲了，不会啊，怎么可能卖给你中国大陆嘞？哦，所以美国的内部是不是有不同调？因为之前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释放出来的讯息是不太一样的。而另外我们再看呢，川普准了什么呢？哦，这个辉达镜片进军新市场，外媒看好将成为下个机会之地。哪个地方呢？中东。中东有可能变成这个像是辉达下一次的这个投资的目标吗？另外呢，中国大陆布局20年，我们看到
陆挺晶片业强打电费补贴，有助于提高华为、寒武纪等对美的竞争力。你不卖给我没关系，我自己做，我的竞争力要提升。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布局20年造经济堡垒，摆脱美国，这个也是我们前面谈的有关于这个毛泽东讲的，大家要迎头赶上20年来在推进经济的自给自足，所以遇到了贸易战，某种程度他的底气还是很足的。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对于川普会因为目前来看，川普确实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跟习近平直接面对面的会谈，因为他觉得这样的话两国的最终的最高的领导人，也就是具有绝对决策权的人，他们彼此之间来把有分歧的跟可能可以合作的地方，两个人之间来谈，他觉得这样是最有效率也最快的。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他当然很渴望能够创造出1年能够有多次见面的机会。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这一次的这个中美的贸易协议暂缓1年的这个贸易协议，如果能够在这1-2个礼拜内签出来的话，那明年4月份川普先到中国北京去做国事访问，这个机会就非常的高了。我们可以说已经8-9成，那他会到，除非中间又出什么变化，不然的话8-9成会进行是国事访问，所以那些礼仪都要完成的。那接着在秋天的时候，习近平回访，那就是等于是明年第2次又见面了。那接着就是 APEC 的会议了，这次是在深圳召开。那你想，这个川普再到中国来，到11月的时候，G20，习近平又到这个海湖庄园开这个G20的一个会议，等于是见4次面。那很明显的，他们一定会除了正式的国事访问要签大约以外，其他的就利用这个 APEC 跟 G20的场边会议，双方再把一些可以合作的空间以及有分歧的地方来做商讨。那这个是川普最想要的。但是如果要组织 G2 这个部分，中国的兴趣就已经不大了。中国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回答了也就是回应了川普所提出来的 G2， 现在是川普不死心，再度再提出来。因为在之前川普就已经提出 G2， 而有这个国际媒体就在北京的外交部的这个记者会的时候就问了大陆的外交部的官员。那外交部的发言人已经说这个理解也了解那个川普的意思，但是中国永远是第三世界的这个伙伴国，所以等于是软的回绝了这个川普所要组成的 G2。 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G2 是在2002年是由经济学家所提出来的，当时这个世界银行的佐利克还有这个副行长林毅夫他们都是表示赞成，但是那个时候是着眼放在经济的议题上，也就是说两大国在经济上双方能够商谈。那这个模型跟 G7 是有点像，先从经济贸易，可是后来就开始谈到科技的问题了，再来就谈到政治的问题，然后您看到后来又发展出有关于金融财经，然后到最后发展出安全的领域。这个就是 G7 的发展路径，一步一步走。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他没有打算要跟美国走到这个程度，因为他对美国本身这个没有信任。这主要是因为你看 G7 来说的话，是美国主导。那如果说其他的6个国家不配合美国的话，美国就会制裁他6个同盟国。所以 G7 基本上来讲是追随美国，以美国的意志为主。那美国说了就算的这样的一个会，但是 G2 是2强，而且是相互竞争的，那跟 G7 的特质不一样，那么又跟这个金砖加的这个松弛的伙伴关系又不一样。金砖加的松弛的伙伴关系是不强迫哪一些国家一定要有共同的意志，所以他们采用的是共识决，不是多数决，而且采用的是你可以遵守，你也可以不遵守的这种宽松的一个方式。这是2个不同的一个组织形态，那彼此之间是因为相互需要而合作的金砖家，还有就是彼此之间想继续支配这个世界而成立的 G7。可是你想 G2 是相互对抗的2强
那这里相互对抗的两强要坐在一起，你说是要来瓜分世界，还是要什么？瓜分中是不是还是有针锋相对的对抗？所以对大陆来说的话，对于美国所提出来的G two，他的兴趣并没有美国人自己想那么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基本上是多想的。另外稀土这个部分，虽然美国很急，美国也一直在投资，不管在澳大利亚也好，在乌克兰也好，现在也已经跑到了这个巴基斯坦要去投资，然后甚至也去培养扶持美国自己的国防工业相关的。甚至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都下去投资了，可是稀土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因为观众朋友您想嘛，第一个你要做环评，就是说你要先找到矿，对矿要有调查研究了解，然后再确定它值不值得开采，然后再去做环评，是环评完了以后，你开始再开采。如果像在巴基斯坦的话，它基本上皮鲁支省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恐怖主义，也就是巴基斯坦跟阿富汗的交界处，那个地方是一个恐怖主义活动很活跃的一个地方，连中国的这个港口瓜达尔港，你看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运作很顺利，那就是因为这条铁路跟公路线它本身治安并不稳定。那你想，美国在这个地方投资，美国怎么能够？除非他先确定他能够扫清所有的恐怖主义，那就一定会跟阿富汗爆发冲突，很复杂，很复杂，所以没有美国想象中那么乐观。即使你投资这个钱，他说我看到是几百亿美元，甚至上千亿美元的产值，但是问题就在你看到是产值，跟你真正开采出来还卖出去的时候，这是两件事，而且时间你根本就追不上。是，来，彬哥怎么看？这个。现在川普正式签了这个关税下调的这个命令，那他也承认了 G2， 那 G2 过去川普自己是不承认的。其实虽然这个名词很早就出来，2005年就出来，可是他们以前一直都不承认。那这次川普自己主动提了，当然是确认中国大陆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可是这其实也等于昭告世界，未来美国最主要的对手就是中国大陆。没有别的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也不见得一定是好现象。那美国未来一定是处心积虑去对付中国大陆。那在这种状况下，第一个，贝森特说明年会有4次见面，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比较理想性的状况。他首先前面讲了2国元首互访，这个国事访问一定会成型吗？其实我都觉得很难说，因为现在美方虽然看起来好像表达了一些善意，可是他在对中国大陆很多其他相关的禁令，目前也没有看到具体的行动。我觉得还是要看他具体的行动之后，中国这边才会有下一步的反应。那不然的话，搞不好明年4月，川普也不一定去得成。那如果川普去不成的话，习近平也不会过去美国，所以双方搞不好就继续拖着。因为我是很认同这个马凯硕的说法，我认为现在只是暂时大家先喘口气而已。下一回合怎么出招，其实都还在未定之天哦，所以我觉得一切都还在变化当中。那毛泽东的预言是不是成真了呢？老实讲啦，现在当然中国大陆看起来是逐步追上美国，可是你说要到超越美国，恐怕还有一段时间要走。我们先不要讲军事这种东西，你相对很难评估了。在经济上，美国毕竟还是掌握了世界国际市场上面很主流的一些价值，还有一些国际组织。中国大陆想要去突破美元的相关的这个霸主地位，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我觉得，75年恐怕还不够，恐怕还要继续再努力一个10几20年，看看有没有机会。那可是我必须讲，就是川普很明显的被看破了手脚，也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他几次一下先唬人，然后又退他口，然后又再出招，然后再他口，就一直不断的这样来来回回之后。到最后，他现在还是签署了这个降低关税的命令。你知道，如果不算之前美国已经对中国商品加了关税，中国大陆关税现在跟台湾一样。对啊，这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件事。那你本来发起关税战的目的，本来不是最主要就是要对付中国大陆吗？是啊。那结果现在搞成这个样子，那就变成现在就变成这个关税战主要对付的是你的盟友。误伤友军，对，就是这样的啊。这不是因为你的目的已经改变了嘛？所以他到底在干什么呢？这是非常奇怪。那至于稀土，
美国现在知道稀土的重要，开始大举投资了。比如说他去讲了要投资这一个6.2亿去弄1万吨稀铁，可是你知道1万吨也不过是美国需求的1/5。那剩下4/5怎么办？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生产稀土磁铁的工厂，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这个路还很难走。而且在美国生产这个磁铁，我看它至少要比中国大陆贵4-5倍，一定的。到时候看你的市场承不承受得了，是啊，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包括污染的问题啊，包括工人的问题啊，制造的问题啊，这成本一定高的。来请教将军。我想说，《纽约时报》说，川普在地缘政治上面，从他就任到现在，他的打击率只有小联盟的0.33。那这依据什么来的呢？他说，川普现在从就任到现在有3场重要的对外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关系。第一场，他可能打了一个安打那是加沙地区因为他那时候用的方法是用对了，他用筹码来这个对以色列或者是对这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所以他那场来讲，但是我认为说是这个也只是一个短暂的安打了可能只是一垒安打。那这个安打并不表示说你就能够得分，但是另外2场来讲的话，很明显这个有一球被接杀了，有一球可能被三振了。被接杀的那球就是指俄乌战争那球被接杀了因为他认为说是他这个对我认为他对这个乌克兰来讲，俄乌战争的形势判断错误，他一直认为说是用关税方式就可以逼这个俄罗斯就范，然后停止这场战争，但事实上他的评估错误了这个地缘政治绝对不是像他做房地产生意靠着地段好就能够做生意，然后就能够发大财，而是你必须手中要有相对的筹码。那第三个他在地缘政治上面最大的失败就是这次跟中国的贸易战，然后我认为这场贸易战很明显的美国是被三振出局了所以说因为这3场来讲的话，他只有1场安打，所以说是《纽约时报》评估他的打击率只有0.33。那对中来讲的话，这个《纽约时报》我觉得写评论的也很好。他说刚开始你这场对中的贸易你没有很仔细的评估做一个整体的规划，也没有去了解说是中国它反制的力道有多大，你就贸然实施这个关税战。但是现在来讲，你发现你手中的筹码没有中国来得多。是，那筹码我们很清楚嘛，现在就是第一个，中国来讲反制你的手段，你只有关税手段，但是中国来讲不担心这个关税的手段对它伤害不大。可是你的黄豆，对不对？对你的豆农伤害很大，它稀土来讲对全世界都伤害很大。那后续来讲，你虽然说现在晶片贝克威尔你可以说是不卖给中国，但是你能够保证说是2年3年以后，那中国拥有广大的 AI 人才他现在又将他自己企业里面如果说是要用中国自己国产的这种晶片来讲，虽然说电费比较高，他给他电费半价，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些企业会不会这个用中国自己制造的晶片，然后扶持中国自己的晶片产业？那未来2、3年之后这个我想说，诚如我们最后面说这边这句话所讲的这个中国可以克制美国可以用来对抗中国的筹码会越来越少。好，我们来看看美国发生了一场空难，这是 UPS 的货机，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在地点在美国肯塔基州这个地方呢，这个货机 UPS 它起飞之后没有多久就坠毁了。那机型是卖到 MD-11 的货机。那它坠毁之后呢，就引发了大火。你可以看到熊熊的火光跟火团，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那伤亡人数还在攀升当中。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场空难？当然，实际的原因都还要再调查。可是跟美国政府停摆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到现在已经超过35天了，已经平了原来的记录运输部部长就说恐怕被迫关闭部分领空，因为现在美国各地的机场航班延误跟取消的事件不断的在增加。政府停摆这件事情到底要怪谁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说停摆当然这是民主党害的呀，所以他还在怪民主党。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可能必须要靠着救济金或者是这些食物券才能过活的人那现在呢，政府本来说要把这个正常发放1半的粮食券先给他发出去，可是川普说 no， 停下来我们要等到这停摆结束才会发这个粮食的援助。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川普的确是蛮狠的
那物价呢？美国现在通膨，如果你去问一般的老百姓，老百姓都会说，哇，物价真的飞涨。可是川普说哪有，并没有。现在物价下降哦。CNN 就说你在重蹈拜登的覆辙。我们看到底物价是居高不下，还是正在下降中呢？民调其实很清楚。将近有60%的民众怪川普的政策，包括关税战啊等等哦，让物价推升。而 CNN 最近的一个新的民调，看到川普的民调暴跌创新低，川普看了非常生气，他说这是激进的左翼媒体散布大量的假民调哦，这是极左派搞的事。可是呢，有一些经济上的指标其实是很中性的，你一看就知道。包括墨西哥卷饼指示啊，这个市井啊，它是一种指标。其实大意是讲一些中下阶层或者是年轻人，他的消费力已经下降了，他可能不去外面买东西吃了，不上馆子了啊，像是墨西哥卷饼这样的餐馆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指标已经透露出一个讯号。美国的经济如果不是正处于温和的衰退中，就是已经濒临衰退哦，所以看起来非常的不妙。而川普的关税政策哦，对外国人哦，对外国这个加征关税这件事情，已经有人去告他了嘛？现在美国最高法院要审查了哦，看看川普有没有违法。贝森特就说没关系，不管法院怎么判，我们有多套的法宝，准备长期开征，意思是。你法院判你的，我要征这些关税，我还是会有办法可以继续征收的。而另外呢，在地方选举，我们看到呢，川普可以说是大败。先来看看美国的纽约市市长是由这一位34岁的穆斯林左翼新星曼达尼当选，他创下了3个纪录：第一个是纽约市史上第1位穆斯林，第2是印度裔，第3是最年轻的市长，他现在只有34岁。他在竞选的时候不断的宣称我是川普最大的噩梦哦。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选前一天破天荒为民主党籍的古默背书。那另外我们看到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就讲说，这一场选举的结果是对川普议程的彻底否决。不只是纽约市我们看到包括另外这位女性的这个所谓的州长。她叫做史班伯格，她当选维州的第1位女性的州长，这也是民主党的温和派。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纽泽西州这个州长也是由民主党的女性拿下来了。所以美国的地方选举可以说是重击了川普，某种程度呢，也是选民对川普投下了不信任票。请教赖老师。CNN 把这次美国联邦政府的停摆列出了洋洋洒洒的一堆会产生影响跟副作用的这些条例都很明白，甚至连殡葬业者他虽然可以如期的举行这葬礼，但是他的墓碑没办法做因为他的联邦政府停摆的关系。那当然航班大乱，这个是已经大家都知道的事，而大家都知道说它已经造成了在感恩节甚至到圣诞节有非常多人都回不了家因为整个航班都错乱了。川普已经破纪录了但是川普把它怪在这个民主党身上。那我们要问的是，选民买不买单的问题。目前我们看到一个指标性的一个现象，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次的选举，也就是在美国的时间11月4号星期二他们的举行的选举。有人把它认为说这是其中选举的前哨战，也是对于川普从当选以来这1年以及就任以来就将近10个月，他的一个政绩的一个大检验。而这个检验在过去的民调中显示出，有超过60%以上的选民认为川普的经济政策的方向是错误的，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高达60%以上。那支持川普的只剩下3%多，反对他的直接摆明反对他的已经都高达5%9%到6%3左右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很多中间选民也表态了，说我不喜欢川普，我觉得川普这样做是错的。甚至已经有若干的共和党的 MAGA， 他们也已经受影响了。他们也认为，他们当初支持川普去搞关税战，但是他们也发现关税战达不到他们要的效果，而已经反噬到他们自身了。联准会也告诉美国的民众，
说我们为什么在降息这个部分目前骑虎难下、决策困难，就是因为这个关税造成我们本身对通膨的预测掌控能力失控，他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情况会怎么样，所以他们宁可再观察一阵子，因为他们怕这个通膨的野兽如果一旦把它释放出来，到时候控制不了，所以他们在降息这个部分也都趋向于保守。好，这次选举就等于是人民用选票直接做第一次的表达。这个表达里面，像新泽西、纽泽西州，已经表明了，那出来的结果就川普共和党惨败。是这个维吉尼亚州，共和党也惨败。纽约州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选举了，因为纽约州的共和党是毫无胜算，所以是2位民主党的战争。2位民主党战争在他们的这个选前，也就是谁代表民主党的选举中的时候，那败选的，也就是排名第2的是民主党人，他后来用独立参选人的身份来参选。那他用独立参选人跟一个穆斯林的这么年轻的来选举的时候，川普介入了。也就是说，川普介入了民主党的选举，就跟川普介入阿根廷的选举一样。他告诉阿根廷说：“你们如果不支持米莱的话，我帮你们解决你们阿根廷货币的这个200亿的纾困，我就不会给了。所以你必须要支持米莱。”结果米莱赢了期中选举。他用同样的手法，认为纽约客会屈服，结果纽约客不屈服，纽约客还是把票给这30几岁的这位年轻的穆斯林，那就等于是代表川普的严重挫败。所以我们已经看到，在整个这个美国的选民在期中选举的前哨战已经告诉川普，你败了，你错了。但是问题就是川普信不信，认不认？如果不认不信，那就看他会不会熬到明年的期中选举。期中选举如果再一败，川普就没有机会了，他跛押就注定了。请教彬哥。这 MD-11今天出事了，那它是因为起飞的时候左引擎就起火，然后后来就才飞几10公尺高就掉下来，机组员全部都上升，那也波及下面的民宅，所以现在伤亡人数还在增加中。那只是因为它是货机啊，所以没有乘客，对，乘客少，所以比较没有更多的悲剧产生。但这个飞机本身是一个非常老的飞机，最新的都20几年，当初就是因为卖得很惨，总共只制造200架，华航有买，后来就华航买，后来就出事了。对，所以他总共才造200架，到今天这一架已经21架出过事，这比例非常非常高。所以我看这一型的飞机是不是应该考虑直接停飞？其实它基本上都已经差不多退出市场。对，太老了。对。那我觉得川普现在他就是在赌 chicken game 嘛，就是认为说你民主党不敢跟我坚持到最后，那我就跟你硬拗。反正他上一次有经验35天，那这一次就看看破纪录之后你民主党到底会怎样。那问题是重点还是在美国人民的反应，美国人民到底会怪罪在谁身上？那很明显的，我觉得一开始也许大家还看不清楚到底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错。那现在慢慢，毕竟你川普是执政，对，当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很直觉反应的就会认为这应该是执政者的问题。那川普恐怕要承受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当民调一直逐渐对他渐趋不利的时候，然后讲川普光靠嘴硬是没有用的。你嘴硬反对有意义吗？因为实际上全世界的数字都显示美国的经济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好。那物价通膨都是事实啊，这个不可能闪掉。对，我知道他也在跟那个赖清德用同样的一招，就明明在市场上所有东西都贵，他拿一个特别便宜的东西出来跟你讲，没有啊，对啊，物价下降了啊，是啊，但是这种东西骗不了人的嘛，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买东西嘛，对，你怎么骗人呢？那可是看起来川普还是准备硬干到底。你看贝森特都已经告诉你了，即使法院判我输了，我都还是要想办法硬干。是，那这个就没完了。我觉得现在大概唯一的办法就是，因为这次这3场选举虽然输了，川普还是不会认输的。我认为大概唯一可能让他终于看清事实，只有明年的期中选举让他挫败，不然的话，美国是不会转变。至少到目前为止啊，所有的民调都显示川普已经失去了美国人民的心，可是他还是嘴硬啊。好，来，请教将军。川普现在不满意度这个美国的民调大概是已经高达60%那还认同他的大概只剩下4%这个民调确实是很低。
那当然有很多因素了。那其中来讲，美国这次的关门确实是自己美国的一个闹剧哈。但是你这个高层的政客在那边这个互相的这个两党的恶斗，可是苦的是一般美国的民众哈。那我们来看的话，光这次讲航空来讲，虽然说这次货机失事可能不是民航管制出了问题，但是美国来讲，民航局到现在哈，其实已经有1800架次已经 delay 了哈，那有50架次已经取消。大家要知道，在美国来讲的话，坐飞机旅行是这个是很司空平常的事情哈，因为美国来讲没有高铁，他要不然就是自己开车走高速公路，要不然就以美国的国土这么辽阔，它大概都是要靠飞机的这种旅行跟运输哈，所以对民众来讲影响一定会很大。那我相信美国民众现在搭飞机一定这个踹不安的了哈，怕万一出事。第二个来讲的话，影响是食品救济。大家要知道，美国有数千万，数字好像有将近4000万人必须要靠食物银行来领取食物。那现在食物银行也已经关门了，因为没有人在做，所以这4000万人可能这段时间里面哈，他就可能会挨饿，或者是要另外想办法。那民生马上，如果说饿肚子的话，这是最现实之痛。第三个影响的是所谓学前教育。你知道美国有很多的一般的普罗大众、一般基层的老百姓，他们自己如果有小孩的话他要工作要上班，就像是我们国家有这个幼儿园一样，他要把这小孩送到学前教育的园区去有人帮他照顾小孩，他才可以上班。但这小孩在这个学前教育的这个学校里面他可以获得食物，可以有人照顾，那家长可以安心上班。那现在如果说一旦关门了，现在这些家长也是面临这种困境，他到底要去上班，还是要在家自己带小孩？那根据评估美国这次来讲的话，这个整个 GDP 最少会跌1到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美国来讲，整个经济会损失70亿到140亿美元这么多对美国来讲的话，损失确实是这个不可以说是不小，但是我们看川普来讲，好像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他们都是有钱人嘛，有钱人其实不会在乎这些底下的这种比较贫苦的民众他们怎么过日子。是对岸的三亚海事局最近发布了一则航行警告，我们来看看内容，说是4号8点到6号的下午6点南海的部分海域要进行军事的训练所以大家来往的船只禁止开进来。所以呢，这个外媒《星岛日报》就说，他们揣测非常有可能是什么事情呢？福建舰即将入列，而习近平他要出席仪式。他的报道是这样写，他说习近平可能会在出席9号在广州开幕的全国运动会之前，先到三亚举行福建舰的入列仪式。那对中国大陆来说，它成军海军的成军，这是一件大事件。而我们看到呢，包括另外的一个事情是四川舰也准备海试了那我们可以看到空拍出来的画面显示，四川舰已经拆除了甲板上面的施工棚，特殊的电磁弹射器也呈现出来了，预计将在近期举行海试。这是对岸建军的一个进度我们看到在无人机方面中国大陆也是很厉害的量产陆版最廉价的见证者飞龙300D它不只是这个无人的自杀攻击的一个这样子的飞机，而且它最便宜重点在最廉价无论外观或者是用途都很酷似伊朗的见证者136所以北京现在设法让这个飞机先进行制空的弹药让它更经济实惠，以便大规模的部署所以未来的这个战争形态可能无人机、无人舰、各种无人的机具会出来。可是呢，现在所有的军演也都还在进行当中在南海最近就有一个美澳纽菲4国联合的一个军事演习。可是你看到这个标题，围观的军舰比演习的还多。他刻意是要凸显说，中国大陆出动了大量的电子侦察舰，在这场演习的外围他在侦察在观察。这是菲律宾的媒体报道，他说这个演习的期间这个周边至少有5艘中国大陆的海军舰艇现身，包括您看到的052D 驱逐舰，以及815型的电子侦察舰说是这个有一个对峙这样子的一个意味。而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这是在南海我们知道南海的争议到现在都持续还在进行当中。
不过越南做了一些事情哦，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是啊从卫星的影像分析可以看到，越南在过去4年偷偷的在南沙群岛填海造陆，像是这样渐渐的填海造一些人工岛礁，已经建成了21座独立的军事化的人工岛，这个面积加总起来有8.9平方公里。中国大陆是16.2平方公里这个已经达到一半了所以呢是要挑战中国那要来做这个争议的海域的控制权吗？那当然背后您看到他说是美国在默许，如果美国有出声制止的话，越南也没有办法这样干。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美国的华盛顿号现在呢访问了南韩。那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说法是说，目的是为了要舰艇补充物资，而且让船员去休息那休整像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韩国媒体说，这是李在明上任之后第一次嘛，所以还是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在。另外我们看到东协的防长会议其实正在进行中，那各国的防长都有一些会面跟说法。美国的这个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就说，驻韩的2.8万的这些美军未来运用要很有弹性本来是要对抗所谓这个韩半岛，就是朝鲜半岛上面的北韩，那现在呢他说有一个暗示性的语言，说如果这个有意外这个区域间有意外事件的发生，我们也可以派这些驻南韩的美军来做一些所谓的调度所以他到底是在暗示什么呢？川普最近不是说了吗？核测试他要做那我们看到美国的义勇兵3型的洲际导弹它就测试发射，时间在5号到6号之间，它会从加州的范登堡太空基地发射，然后到达马绍尔群岛这里这个它是一个太平洋岛国这个地方有一个雷根防御飞弹测试场，它到底在做什么？它是要做一个核试吗？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就有一个说法，就说你要遵守，你要恪守暂停核试的承诺这是核子试验的意思。我们看到呢，川普这样子重启核试验引起争议，能源部部长就说这不是核试爆啦，我只是在测试系统，我只是在测试飞弹而已洲际导弹而已大家不要紧张，我们要相信他吗？来请教老师。这是2个部门的事情因为在美国，如果你要做核爆的话，核试爆不管是核子弹或是什么这是能源部他所管辖的范围。但是如果你是测试载具也就是推进器，就是义勇兵这种洲际的弹道导弹的话，那这是陆军这是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他们的军方，也就是全球打击战力部，他们是可以做的所以它这是2个不同的部门。那川普他没有搞清楚，也没有讲得很明白但是让大家以为美国是要做核弹头的一个试爆。不过这不能排除因为川普认为要更加的现代化，那现代化也就是要做核试爆。可是，一旦美国又开始做核试爆的话，就等于是把1996年全球的禁止核试爆的条约就撕毁了。这就是美国公开撕毁，这是茲事体大。所以大家也在观察，美国是不是又要公开撕毁这个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因为美国自己制定规则，自己破坏规则，然后去指责别人破坏规则，这就变成美国人的一个常态。他在全世界就完全失信了这样，而且一旦如果开始进行这个核弹头的试爆的话，那他就没有资格再去谴责朝鲜或者是伊朗或者是其他任何国家。俄罗斯前段时间测试的也是载具，他第一个他测试的是海燕，就属于核推进器就是我们讲的核发动机了，是核发动机的空中的飞行器。另外他测试的是波塞冬，那是潜射武器，那也是核动力的，但是都是载具，但是并不是核弹头，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对川普来讲的话，大家在看，因为他当时被问到的时候，他的意思也就是说语义上比较明白的，就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俄罗斯。但是俄罗斯没有进行核弹头的试爆。那如果美国真的进行核弹头的试爆，这个真的是在国际间就是大事了。如果他真的做核弹头的试爆，我们可以侦测得出来吗？可以侦测出来，一定可以他们有的是从这个辐射量、微辐射量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从不寻常的地震，因为它的核试爆点是只有几个点所以如果它在那几个点上有不寻常的地震的话，是可以侦测的出来的我想这个部分里面，事实上是美国没有办法偷偷的隐藏的。可是以现在的情况，大家都尽量用电脑本身来去做核试爆的模拟比较少说真的用这个实质上的物质裂变，就是核裂变来做。我想应该不会这样做。习近平目前看起来整个趋向似乎是福建舰要入列了，要发交给海军来使用。因为从前段时间央视特别报道，各类型的固定翼的飞行器从福建舰弹射起飞，那这是代表说这一些武器装备事实上都已经成熟了，都已经可以起降。那航母最主要的其实就是起降那一旦都完成了以后，那当然就要交给海军使用。交给海军使用，这是大事情，因为这是战略性的武器，所以我个人觉得看起来很像是要交给海军使用了。对，就像是《星岛日报》报道的内容。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将军怎么看对岸的武力布置？我想福建舰它的性能我们讨论很久了但是我这边要再次强调，这个大陆来讲，他们造舰的速度确实是非常的快。福建舰是在2022年才下水典礼，下水以后它才做西装，西装也就是船上面包括小到一个个人用的床铺这个马桶吃饭的餐具大到所有武器系统装备才开始组装，就2年之内。你看这么大一艘的这种8万吨级的航空母舰，2年它就组装完毕，开始实施海试那去年5月第一次海试，到现在已经9次的海试。那这1年多的时间可以完成9次海试，然后现在来讲的话，已经准备刷上舷号，就准备成军。那我个人除了说是觉得这个航空母舰它的性能之外，最让我们感到讶异是它的这种造舰的速度可以如此之快。那目前来讲，听说004就是核动力，听说有到12万吨那么大。那目前来讲，也已经开始在组装了。那预定来讲的话，也可能在这个2027年左右就可以下水，然后乙装，然后完了以后，在2031年，听说是2031年就可以成军，那会进入所谓4航母时代。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艘军舰为什么跟这个山东舰2艘都部署在南海？从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南海它的战略地缘战略的一个高价值在这个地方，也难怪美军来讲的话，3不5时都要到这边来绕一绕。尤其是这次来讲的话，它美国、菲律宾、澳洲还有纽西兰4国在这边做这个联合军演，讲得很浩大了，4国联合军演。但是除了美军的那艘这个军舰稍微比较可以撑头一点，其他3艘这个军舰包括到菲律宾的，包括到澳洲的，包括纽西兰的，其实都一点不撑头。这个纽西兰那艘还号称是补给舰那我们想象中补给舰应该都有1-2万吨以上，因为你要对整个舰队做油料或者是食物或者是弹药补给，应该船很大。就这艘军舰大概只有2000吨，那我不晓得这么小一艘的号称补给舰可以做什么补给。那最糟糕了，这次联合的军演很明显的是针对这个中国，就没想到这个中国被针对的国家反而派出总共6艘的军舰到这边来这个大概整个演习的阵容都被他打乱掉，甚至于距离跟他们军舰最近的只有3海里3海里其实拿望远镜都可以看得很清楚3海里大概5公里。以前我们在金门拿望远镜那种高倍数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对岸来讲，你喝的咖啡什么牌子都可以看得到，这么清楚？对，很清楚。所以说你这个演习等于是说被这个你到南海去针对人家演习嘛，结果反而被人家这个戏弄羞辱一番那除了这个以外，昨天还有一艘这个美国的尼米兹航空母舰也是被中国戏弄，它停在那边，结果整个航母战斗群停在那个地方，结果中国用3艘的055大驱在那边给它穿来穿去的，那真的是情何以堪一个快要退休的这个老军舰了，然后在临退休之前晚节不保如此被这个大陆来讲解放军如此的羞辱，确实是这个对他戎马一生来讲，确实是留下很丢脸的一件事。谢谢将军，我们进下广告。
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彬哥。其实看到对岸这个飞龙300D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我们台湾其实是应该要去做这种，就是可消耗性便宜、能够大量制造的东西，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那些可遇而不可求、高科技，然后美国又不给你，又被人家掐住脖子的东西。像这个飞龙300D，你知道它原版是伊朗的见证者136，伊朗自己原版做一架都要差不多2万5到3万美金，俄罗斯仿它的时候更贵，可能到3万到3万5美金。然后，如果是美国版的弹簧刀，跟它性能类似的，要5万8千块美金。如果再加上操控设备，要15万美金。哦，很贵耶。中国大陆才1万。对啊，它怎么可以弄这么便宜啊？这就是因为它是世界工厂嘛，它很多零件，它可以用它共用的这些零件，对就大幅降低成本嘛。所以我就在想啊，大家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台湾一直说要抗中保台，对岸现在都在制造这些东西。我们的汉光演习有针对这一些无人机来做出任何防卫吗？对啊，应该要调整。对啊，那人家一来可不是1架2架来，一来几百几千架。大家去看深圳啊，或者好几个地方，他们每次烟火现在都用无人机取代，那一次操控几十甚至上万架都有。那如果人家把这个技术拿来攻击台湾，请问你怎么办？对啊，你防也防不过他，人家花的成本比你少，你的高价值目标全都被他打烂。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军方真的要赶快研拟相关的对策，怎么样去取得？你就算不能比他便宜，至少价格要跟他差不多。